根据美媒的最新报道，西方商业卫星在中国西藏西部附近的印度前线空军基地发现了印军隐蔽部署战斗机的新迹象和翻新机场的举动。值得一提的是，此基地距离加勒万河谷地区仅为90千米。来看看具体细节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西方商业卫星在中国西藏西部附近的印度前线空军基地发现了印军隐蔽部署战斗机的新迹象和翻新机场的举动。此处是印度前线的托伊斯空军基地。目前，印度正在对空军基地的机堡、跑道等地进行翻新和修缮。从卫星照片上分析，印度为了增加战斗机的部署数量，特地新增了数个机堡。而且在机场的停机坪上面发现了3架米格29 UPG 型战斗机，装备米格29战斗机的中队为印度空军的47中队，可能拥有16架米格29 UPG 型战斗机。值得一提的是，此基地距离加勒万河谷地区仅为90千米，也就是说，印度在我军前方90千米偷偷地部署了一个战斗机中队。如果一旦发生异常的情况，那么这些米格29 UPG 型战斗机将在5分钟内起飞到加勒万河谷上空，对我国地面的部队的威胁不可谓不小。虎妞觉得，一直以来，印度空军的战略就是尽可能的部署大量的战斗机到一线的机场，企图在数量上、距离上对中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形成一个不对称优势。早在2020年的中印河谷冲突之后，印度空军为了镇守我军，特地调拨了一个装备法国幻影战机的空军中队，意图震慑我方部队。与此同时，印度军方人士也表态，认为印度空军是对中国地面部队最有用的打击力量。那么，印度空军部署在前线的这么多战斗机，真能对于我方的地面部队形成不对称优势吗？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标准4代常规战机水平，作战能力与我军的歼10A 战斗机差不多，可以说是继阵风与苏30 MKI 之后，印度综合性能最强的作战飞机。印度采取米格幻影战机部署第一线，阵风苏30战机第2线的方式，企图在战术上面压倒中国空军的同时，为印度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持，可以在短期内对中国军队形成压倒性优势。但是虎妞认为，即便是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说，印度空军的优势实际上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别看印度前线空军部队的规模非常的强大，但是印度空军自身内部问题不断，战机的维护和保养都已经成为了大问题。一次性堆积这么多战斗机，对于印度的后勤维护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飞机的重要配件得从外国购买，而印度空军为了震慑中国军队，又时不时起飞巡航造势，这就导致在高原地区印度战机的磨损增加，这就需要印度大量购买零件到高原地区维护战机，同时也增加战机发生事故的可能。就在1个星期之前，印度的幻影战机在训练时出现故障坠毁，这是今年第6架坠毁的印度战机，可见印度空军目前的战机战备状态是非常糟糕的，打肿脸充胖子就要付出代价。另外，中印2国的飞行员训练和综合作战体系也不可同日而语。印度空军的整体水平实质上就是杂七杂八的大杂烩，整合的效能极差。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型号的战斗机协同就是个大问题，弄不好会在将来的作战中弄巧成拙。而中国空军的联合作战体系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从无人机到预警机100%国产，数据链的整合上面甩了印度 N 个次元。虽然印度长时间在中印边境纸面上保留了非常多的战机，但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发挥的作战效能将是相当有限的。最后则是在武器的质量上可谓是天差地别。中国空军目前的歼10C、16、20等战斗机对印度空军的威慑力是非常强力的，这些战机的雷达和武器远非印度空军可以比拟。另外，歼20战机隐身的特性又是碾压印度空军所有战机的存在。印度空军对我军发起挑衅以后能否全身而退，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更不用提针对我陆军做什么手脚了。由于我方有着先进的作战体系、先进的武器、质量更高的军事人员，所有中国空军对印度空军的优势将是长期的。
印度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这一不利态势，光靠买可买不来一整个强大的空军体系和真正的实力。